在我们身边或者当你走在大街上时，我们会发现呀，有一些人总是咳嗽，而且呢，嗓子像是有痰似的。其实这可能是咽炎导致的。那么对于这样的人，有2种食物最好呢不要吃。第一种，油腻的食物。很多人咳嗽有痰和肺热有很大关系。如果经常吃油腻的食物，容易呢加重体内的湿气，这样咳嗽痰多的情况呢也会加重的。所以这类食物是最好不要吃。第2种，生冷的食物。对于体内有湿气、肺部不好的人来说，那生冷的食物也要尽量的少吃，因为吃多了会导致脾胃功能受损，加重体内湿气，也会导致痰多排不出去。所以上面这2种生痰的食物就尽量少吃吧。不过大家呢可以常用胖大海、金银花泡水喝，有呢清肺润肺、止咳化痰的功效，对健康也有帮助。三高大家应该都知道，那除了三高，高尿酸已经成为困扰很多人的第4高了，对身体呢有很大的危害。尿酸高，我们可以通过食疗的方法来帮助稳定尿酸水平，那不妨尝试2种食物吧。第1种，多吃高纤维的食物。我们身边有很多食物都是高纤维食物，比如粗粮类、萝卜、紫菜等等。因为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，能够加快身体新陈代谢，有助排毒和尿酸的排出，所以经常吃对身体有好处。第2种，多吃利尿的食物，像我们经常吃的冬瓜、芹菜、黄瓜、鱼腥草等，那这些食物都有很好的利尿消炎的作用，经常吃能够增加尿液量，对促进尿酸排出也有帮助，可以预防尿酸升高。尿液黄、异味大，可能是身体在暗示3件事，一定要留意。第1，如果早上起床发现自己尿液很黄，有异味，而且排尿非常的急促，甚至有疼痛的感觉，大家就要小心，很可能是前列腺炎引起的。第2，如果排尿时颜色深、异味重，而且排尿次数会不断的增多，但是排尿量却比较少，那么大家就要引起重视，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尿道炎引起的。第3，除了上面的这2种情况外，如果尿黄还可能和肝脏健康有关，因为肝脏是身体的排毒解毒器官，若是肝脏出现问题，那么就会影响到排毒，尿液颜色也会出现异常。所以当尿液发黄有异味的时候，大家不要单纯的以为是上火引起的，还可能和上面这3个问题有关，大家最好及时检查，以免耽误病情。女人衰老都不是突然性的，而在开始衰老时呢，身上就会出现一些痕迹，如果发现，最好及时的保养。第1个，皮肤失去弹性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脸上的胶原蛋白逐渐流失，这时皮肤就会渐渐的失去弹性，变得松弛下垂，没有光泽，这说明已开始衰老了。建议大家可以常做脸部按摩，每天早晚洗完脸之后，将4个手指放在臼齿的位置，然后从里向外的在脸部画圈，3到5圈后，再用双手轻轻地拍打脸部，直到脸颊微微变红为止。这样按摩脸部可以促进脸部的血液循环，让皮肤变得更紧致，脸色更加红润。第2个，腰腹部赘肉增多。很多女性到了中年以后，腰腹部赘肉越来越多，肚子越来越大，这也是衰老的一种信号。主要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的新陈代谢变慢，导致脂肪堆积，所以大家也要及时调理。可以通过运动的方式来减掉肚子上的赘肉，不妨试试一个小动作：平躺在垫子上，双腿并拢伸直，双手叉腰，将双腿膝盖弯曲抬到胸部前面，要尽量的靠近胸部，然后再将双腿放下伸直。注意做的时候腰腹部要收紧，这样反复做3分钟左右。这个动作可以紧致小腹肌肉，让腰部变得更加紧。到了更年期后，体内雌激素会下降，这样很容易衰老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不妨多吃下面这3种食物吧，或能帮你延缓衰老哦。第1种，黑糖。黑糖富含营养元素，很适合女性食用。黑糖中含有大量铁元素，女性经常吃有助卵巢排出污血，加速细胞代谢，有助延缓衰老。第2种，皂角米。皂角米又叫雪莲子，富含植物胶质，女性经常吃，可以帮助补充胶原蛋白，补充雌激素，有很好的滋阴护肤、延缓衰老的作用。第3种，桃胶。
桃胶里含有大量的营养成分，有很好的补气养血、调理月经的作用。那女性朋友经常吃，有助美容养颜、延缓衰老，让你拥有好气色。女人来月经时，牢记两洗2不洗，子宫光滑，妇科问题远离你。第一，清洗内裤。女人来月经时要多清洗内裤，因为这时的细菌会增多。经常洗内裤可以减少细菌的滋生，保护子宫的健康，也可以避免一些妇科问题出现，对身体健康有帮助。第二，多用热水洗脚。女性来月经时，可以每天睡觉前用热水泡泡脚，这样可以促进身体血液循环，有助排出体内寒气，让全身都暖起来，有一定的暖宫效果，也能够让妇科炎症远离你。第三，不用凉水洗手。女性平时干家务活比较多，但是呢，要注意月经期间最好不要接触凉水，洗手或者是干家务活的时候用温水，要不然很容易导致寒气入体，对子宫健康不利。第四，不洗头。女性月经期间身体的抵抗力会很低，所以这时应该避免着凉，建议大家不要洗头，因为洗头会带走头上的温度，使寒气进入身体，导致子宫受寒，加重痛经的情况。若是实在想洗的话，可以用热水。所以女性朋友月经期间注意好上面这4个细节，更有利于子宫健康，也可以避免妇科问题的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女性朋友脸上胶原蛋白流失，很容易出现皮肤松弛、皱纹增多的情况。虽然变老是不可避免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来延缓衰老。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帮你紧致肌肤。大家早晚洗完脸之后，可以先在脸上涂抹一些润肤乳，然后将食指和中指摆出剪刀状，在我们的双下巴位置向耳朵后面滑动20次，再从下巴中间位置沿着下颚骨向耳垂滑动，也是滑动20次，最后再从嘴角这个位置沿着颧骨向太阳穴滑动，同样滑动20次。每天坚持这个小动作，早晚各做1次，可以促进脸部的血液循环，有很好的排毒养颜的作用，对缓解皮肤松弛、下垂、长皱纹有很大帮助。皮肤松弛下垂的原因有很多，精神原因、熬夜、紫外线照射等，这些都会使皮肤失去弹性，皱纹增多。所以女性朋友平时要学会保养自己，这样才会越来越年轻。女人如果想要气色好，那么就要气血充足。如果气血不足，那么是什么化妆品都遮不住的。所以呢，补气血很重要。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，坚持做呢，帮你养气血。首先在地上铺个垫子，平躺在上面，身体保持放松，双腿并拢伸直，然后双腿弯曲抬起来，尽量的让双腿贴向腹部，双手叉腰，再用腹部的力量将双腿向左侧和向右侧转动，注意上半身保持不动，这样左右轮流交替做5分钟。这个动作能够加快身体的新陈代谢，对疏通全身经络、改善气血循环有帮助。女性朋友经常做，能够帮助补足气血，让气色越来越好哦。乳腺增生先别慌，多吃这2种食物，疏通乳腺，减少增生。第一种，鱼腥草。鱼腥草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，鱼腥草不仅是一种很好的药材，也可以作为食材来食用。其实很多人都不能够接受它的味道。但是呢，鱼腥草有很好的抗菌消炎、除痛消肿的功效。女性朋友经常吃，不仅可以帮助疏肝理气、促进血液循环，对乳腺增生也有很好的疏通作用。第二种，蒲公英。蒲公英在春天的时候很常见，我们可以经常用蒲公英泡茶喝。蒲公英的营养价值很高，有很好的通乳散结的作用。大家可以将蒲公英晒干，然后用来泡茶，经常喝，对乳腺增生的疏通也有很好的效果。女性朋友如果经常出现乳腺增生的情况，最好及时的进行调理。除了吃一些疏通乳腺的食物外，大家平时呢还可以多运动，保持乐观的心态，少生气，这样对乳腺增生的恢复也有一定的帮助。由于现在社会竞争压力大，所以很多女性都是身心疲惫的，所以经常会去按摩来放松
身体，但你知道女人身上有2个敏感的部位，最好不要乱碰，自己也要少摸。这2个地方就是腰部和肚脐。腰部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因为腰部的2侧是肾脏的所在，而且我们运动的时候也要用腰部来支撑。那女性来月经时，很多人呢也会出现腰酸腰痛的情况，所以腰部这里是不适合经常按摩的，不然容易给身体带来伤害，女性朋友要注意。肚脐，女性朋友也不要乱碰，因为肚脐这里的脂肪层比较薄，如果经常按压或者是用手去抠，很容易使脂肪层破坏，导致细菌感染，出现腹痛、腹泻等不适症状，对健康不利。所以最好也不要让别人碰，自己也尽量少摸。女性朋友要学会保护自己，虽然偶尔按摩对身体有好处，但是上面这2个地方就尽量不要碰了，这样对健康才有利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木子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哦。